还每天啥也不干就使劲做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撒泼打滚来一套，只引女孩穿书成为恶毒女配，只要每天做天做地就能返回现实世界。可事情渐渐变得不对劲起来，家人的眼神怎么反而越来越宠了呢？就连那清冷禁欲的男主，一没人就逮住他亲个不停，女孩愤愤不已，早晚将他吃干抹净。不料男主将他困在床上，想了这么久，也该行动了吧？救命！原来他们全都能听到女孩的心声。此时女孩刚想出门探索一下这个世界，就被堵在门口。他正是书中男主残疾大佬程烨，他的便宜老公。高大挺拔的男人坐在轮椅上，虽然一条腿残疾，但却丝毫无损他铁血强悍的气质。肩宽腰窄，充满了男性的荷尔蒙美感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容貌极盛。也许是他打量太久，他眼底极快地掠过一丝厌恶。李凌瑶察觉了，回过神来问道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程烨沉声开口，声音淡淡的：“我过来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明天开始我就住在军营不回来了，你在家里好自为之。”话音一落，他就等着面前的人发疯，撒泼打滚，哭闹不休。只是这次竟然没有，面前的人像是呆住了，漂亮妩媚的杏眸中满是不敢置信。与此同时，他耳边响起一道甜软好听的声音：“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便宜老公这么帅，我初来乍到，连他的手都没有拉过，他就说不回家了。谁在说话？什么意思？”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，回想那道声音和李凌瑶不发疯时甜软的音色极为相似。他忽而抬起沉冷的凤眸，审视面前的李凌瑶，是他。他和他之间的确是不熟，别说拥抱、牵手都没有过，但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什么叫初来乍到？四目相对，李凌瑶眨了眨眼睛，然后程烨耳边再一次听到了那道甜软的声音。这就是男主配置吗？程烨的身材长相真的太绝了，他唇形好好看，我想试试。小童子，你说我要是把他绑起来强吻，算不算是完成恶毒女配的工作？绑起来强吻。程烨向来情绪内敛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纵然碰到超出理解范围的怪事，他面上也没露出丝毫异样，且他足够敏锐理智，从短短2句疑似李凌瑶心声的话，他隐约察觉他壳子里似乎换了个灵魂，所以才会说出来乍到。至于恶毒女配是什么意思，工作是什么内容，还需要继续观察。突然楼下传来叫吃晚饭的声音，李凌瑶肚子咕咕应景的叫了2声，一下就觉得面前的型男不香了，又不能吃，不饱肚子。他越过程烨就想下楼去吃饭，走出几步，他忽然想起没放狠话不够恶毒女配，万一拉长任务时间就不好了，立刻转身，妩媚杏眸瞪向身后的男人：“你刚说明天不回来了？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住军营就是想跟周婉柔双宿双飞。你以为周婉柔真会喜欢一个残废吗？她不过是看上了程家的权势罢了。周婉柔就是本书的女主，在军区医院当护士。程烨受伤住院期间，他对她一见钟情，原主知道了，去医院大吵大闹了好几次，周婉柔被闹得名声难听，婚嫁困难。也是因为这样，原主死后，程烨才会娶周婉柔，对她负责。之后就是先婚后爱，终于感受到来自妻子的温暖，深深爱上那一套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弹出一个进度条：日常任务恶毒进度20%。小童子，我指着程烨鼻子骂他残废，是不是超级恶毒？小童子相当捧场，宿主你真厉害，你真恶毒，戳人伤口那是往死里戳呀。但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你回头看看他什么表情？程烨眼眸一沉，面无表情。哦，我看看，他好像深受打击，心如死灰，表情都做不出来了。程烨眼眸冒出一个问号，那怎么办啊？算了算了，我本来演的就是恶毒女配嘛，不想了，赶紧死完，赶紧回家。随着李凌瑶走下楼梯，那道甜软的声音也消失了。程烨若有所思，刚才出现的声音有2道，一道是李凌瑶的心声，另外一道是被他称呼为系统的童声。从2人的对话初步分析，李凌瑶说她残废就是在完成恶毒女配的工作，而她的追求是早点死早点回家。她所谓的家在哪里？一边想，程烨一边拿起拐杖撑起身体。等他走下楼，李凌瑶早就已经坐在饭桌上了。他扫了李凌瑶一眼，他正双眼放光地看着桌上的饭菜，根本没察觉他的打量。父亲程建国，母亲陈玉香，弟弟程朗，妹妹程香都已经落座，只等他一个人。程烨没耽误，走到李凌瑶身边坐下。程家有实力，虽然不铺张浪费，但生活品质不错，大家吃得热闹又开心。除了慕寒苦恼的李凌瑶，程烨正怀疑他要做什么，就听到他的心声响起，感动，原生态的菜口味就是好。我们吃的是什么垃圾玩意儿呀？程烨下意识看向其他人，只见他们吃饭的动作同时顿住，眼中出现惊疑不定的神色，左右打量。他立刻明白，他们都听到了。程建国几人察觉到程烨的视线，和他碰了碰，不约而同的恢复聊天，继续吃饭，只用眼角余光打量李凌瑶。李凌瑶没注意到桌上的暗流涌动，东西太好吃了。作为恶毒女配，我要怎么做到表面嫌弃，但不着痕迹的多吃一点呢？太难了，我真的太难了。要不吃完再骂？对，就是这样，我可真是冰雪聪明。包括程烨在内的程家人一整个大无语。李凌瑶吃完饭，牢记恶毒人设，立刻发难，眉头一挑，这菜怎么这么难吃？是针对我故意做的猪食吗？喂狗都不吃。之前只要李凌瑶一闹，整屋子所有人太阳穴都突，头疼的厉害。这一次连下人张妈都没有被伤到。李凌瑶继续冷笑，是我知道你们程家高贵，觉得我是资本家小姐不配吃好的，但这也做得太明显了。他双手捂住唇，满眼懵逼。宿主，你吃太多了，打饱嗝儿了，已经够尴尬了，你就别提醒了吧。程香喷笑出声，宿主，他是不是在笑你？他好意思笑我？数学只考了8分，怕挨揍改成88的学渣，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我好歹是高考状元。程建国和陈玉香眼睛一横，同时射出隐晦杀气。程香一秒傻眼，啥还能这样？问题是他做的天衣无缝，大嫂是怎么知道的呀？这次是程朗没忍住，宿主，这次肯定是笑你，呵呵，一个没胆跟喜欢女孩表白，说不定到死都是童子鸡的怂货，也好意思笑我？我想睡他哥，等会儿就去大大方方睡了。等等，这是他不花钱能听的内容吗？程烨一整个大无语，太丢脸了，我要赶紧优雅转身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就追不上我。李凌瑶冷哼一声。
声，翻了个白眼，转身就走，留下一片安静。半晌，程建国握拳咳嗽2声，特意点了程烨的名，都来我的书房，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。李凌瑶回到卧室，查看进度条，发现又窜了一节，看来完成日常任务轻松的很，发脾气，使性子就成了，相当轻松。做任务太简单了，宿主最棒，宿主加油。李凌瑶坦然接受彩虹屁，她拿上换洗衣服准备泡澡，根本不知道隔壁书房里有一场针对她开的家庭会议。书房门一关上，程建国就问程烨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程烨言简意赅道：晚饭前我去找李凌瑶，突然发现能听到她的心声，推断李凌瑶的壳子里应该是刚换了一个性子，她要做的事是当恶毒女配，目的是回家。至于李凌瑶说要亲她、轻薄她的话，她没提，实在说不出口。之前李凌瑶心跳停止又被抢救回来，不会是那时候吧？程朗瑟瑟发抖，程香跟着一抖，脸色发白。呸呸呸！什么封建迷信，现在可不兴这样说，牢记五讲四美，回头多背点语录。陈玉香连忙阻止，威胁地瞪了他一眼。他说的家不是娘家吧？信息有限，不能确定，但多半不是，因为他提到过他想尽快完成任务，早点死，早点回家。程烨摇头，他一心求死，他口中的死应该就是生，所以他才以此为目标。当恶毒女配是什么意思？程烨沉思，按照李凌瑶今天的表现，似乎骂他2句废物，污蔑他和周婉柔有私情，说2句饭菜不好吃就是恶毒。但在他的理解中，真正的恶毒并非这样。他不能确定这是2人对恶毒的理解不同，还是他没来得及做更恶劣的事，一时没有回答。这个我知道。程香举手，之前李凌瑶动不动就闹，吵得家里没个安宁，他应该是要模仿大嫂的行为，继续闹。陈玉香一声冷笑，就你聪明，还会抢答了？这么聪明，怎么数学只考了8分，涂改成绩糊弄我和你爸？救命！程香缩了缩脖子，可怜兮兮，求助的扯了扯程烨衣袖。程烨一整个大无语，他直接问程建国：父亲，您建议怎么处理？情况不明朗，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，一定要把李凌瑶盯牢了，绝不能让他做出危害人民、危害国家的行为，如有必要，把情况汇报上去。程烨点头。最终几人确定了一个应对方针：多观察，多搜集消息。临走之前，程建国交代程烨以后别睡书房了，就近监督观察。程朗和程烨兄弟2个随意说着话。大哥，我怎么觉得李凌瑶不仅换了个性子，还换了壳子？她那么好看，要是对你用美人计，你能扛得住吗？这个程烨整沉默了，回想女人胆大包天的心声，强吻、睡不睡什么的。他修长有力的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轻轻敲击2下，淡淡反问：他说你可能到死都是童子鸡，听到这消息，你能扛得住吗？程朗怪叫：哥，你真要这么伤害我吗？一声惊雷，暴雨倾盆。程烨坐在书桌前，看着手里的记事本出神。恶毒女配代表手段毒辣，女性配角原生态的菜，垃圾玩意儿代表生活环境不同。这年代回家代表时间跨度，系统暂不明。高考试状元代表认真刻苦，头脑聪明。知道程香和程朗的秘密代表情报收集，这些都是他的分析，但现在手边的信息量太少，暂时分析不出清晰具体的结果，不适合轻易下结论。程烨合上记事本，控制着轮椅往外走。李凌瑶最怕打雷，不敢睡觉，他半靠在床头看书，想着要么困到不行再闭上眼睛，要么等到程烨回来一起睡，他就不怕了。随着时间一点点接近0点，就在他觉得程烨今晚不会进来的时候，吱呀一声，卧室门被打开，坐着轮椅的程烨出现在门口。李凌瑶眼睛一亮，你来了。他拥着毛线毯坐在床上，身上穿着一条深红色的真丝吊带睡裙，细白的肌肤被灯光染上一层暖意，诱人尝甜，特别是眼中的惊喜，甜滋滋的。程烨别开眼，宿主别给男主好脸色，加油做任务呀。是。李凌瑶收起笑容，阴阳怪气道：还知道回来睡啊？我以为你要为小情人守身如玉，不想上我的床呢。程烨一整个大无语。李凌瑶挪到靠窗一侧，把旁边的床位腾出来，然后单手支移，好整以暇看着坐在轮椅上的程烨。这人腿脚不便又没带拐杖，怎么上床睡觉？小童子，你说他会不会求我？我超有原则的，如果他让我看看有几块腹肌，我也不是不可以扶他上床。他要是不求你，你就不看了吗？李凌瑶忍俊不禁，我又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今天晚上危险了，我跟你说。但我觉得吧，他不可能不求我。他垂眸脸目，双手撑住轮椅扶手，猛地发力，手臂肌肉鼓起，身体腾空而起，稳稳落在床上。一道甜软的惊呼声，一道奶乎乎的惊呼声同时响起。李凌瑶一脸讨厌，炫什么技啊？你不知道你有多重吗？要是把床弄塌，摔着我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心里却激动到破音，这男人臂力可以啊，好想捏捏他手臂上的肌肉，据说厉害的兵哥哥绷紧肌肉可以弄死蚊子。程烨不动声色地深吸一口气，熄了台灯躺下，夜风徐徐，也将女人独有的馨香带着暖意送到他鼻尖。他不着痕迹朝旁边看去，只见女人面对他侧躺着，一双妩媚的杏眸正打量他，不知是不是他错觉，他眼中似乎带着一点怒意。就在这时，他又听到李凌瑶的心声，好生气啊，我这么好看，身娇体软，他居然真的把睡觉当纯睡觉，什么想法都没有。难道是程烨他不行，还是说因为行动不便做不了？窗外光线忽而一亮，将李凌瑶窈窕有致的身材勾勒得极为清晰，特别是那一把小蛮腰，盈盈不堪一握。程烨立刻垂眸，移开视线，有个这么帅的老公，比小视频里的男菩萨强10000倍，原主居然没有享受过，真是太没用了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可以在上面。程烨瞪大眼睛，黑暗中他身体微微僵住，就连呼吸都顿了一顿。翌日，细微晨光从窗外照进来，程烨直到凌晨3点才合上眼睛，此刻睡得很沉，但突然的一阵强烈的危机感袭上心头，他豁然睁开凤眸，眼神凌厉地朝目标看去。李凌瑶盘膝坐在床上，正看着他，他应该也是才醒，乱蓬蓬的发顶翘起几根呆毛，让他平添几分可爱。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他一身肌肤太过滑腻，睡裙一边的吊带滑落到手臂上，平白露出锁骨下方一小片晃眼的白皙，犹如堆雪，又诱人的厉害。醒了，李凌瑶伸出细白手指将不听话的吊带拉回原位，妩媚杏眸再次看向程烨的下半身，眼里带着不怀好意的打量，大胆又放肆。程烨下意识就想弓起身体，或者拿什么东西挡一挡，但如果真那么做，他又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对李凌瑶投降，一时间身体僵住，左右为难，反而成全了他的打量。很快，李凌瑶阴唇微弯，笑得意味深长。程烨似乎是行的，规模还挺不错。小童子，这比某些小视频里的男菩萨劲爆多了，对吧？程烨深吸一口气，他从床上坐起，不着痕迹拉过被子围在腰间，锐利凤眸直视着他，
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收敛一点。李凌瑶喊什么喊？瞪我干什么？你以为我稀罕看你？不过是看你没眼光，想确认你是不是个男人。李凌瑶轻哼一声，随意将头发拢了拢，娉娉婷婷从床上起身，往洗手间走去，随手查看任务进度。日常任务，今日恶毒进度10%，不错。程烨当然没被气到，但想到李凌瑶刚刚的心声，他有些出神。什么是男菩萨？总觉得不是好东西。还有规模不错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耳根悄悄红了。自从昨晚美美吃了一顿，李凌瑶就对程家的早饭生出期待。下楼一看，果然没辜负，香喷喷的肉包子，酥脆的油条，肯定也很好吃。李凌瑶什么都想尝一尝，但人没到齐就不能开动。程烨一出现在2楼的楼梯口，他的视线便落在他身上，1秒、2秒，他眼神直白热烈。程朗清嗓子都没拉回他的注意力。程香瞪了程朗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嫂子喜欢大哥是好事，你别取笑他，说不定以后不闹了，跟大哥好好过日子。”程朗眼睛一亮，也是啊。直到程烨终于落座，李凌瑶愉快的心声突然响起，终于能开饭了。程烨真是磨蹭死了，明明昨天晚上那么厉害，差点把床都给撞塌了，结果今天下楼跟蜗牛一样。噗噗噗，心声如此劲爆，两兄妹刚喝到嘴里的豆浆直接喷了一个天女散花，波及范围之广，包子、葱油饼、油条都没能幸免。完了，两人面如菜色。大嫂不是喜欢大哥，是喜欢吃的，可他们把吃的毁了。以他的脾气，肯定要生气了。程香低下头装鹌鹑，程朗疯狂给张妈使眼色，让她出来圆个场。灶上不是还有黑米粥，赶紧端上来。李凌瑶则要气炸了，她期待了一晚上的早饭，只要是正常人，谁能吃下这种受过魔法攻击的食物？恶不恶心？眼里一下就没了光，她甚至都不需要演，气得一巴掌拍桌上。你们两个是羊驼吗？一桌子东西被糟蹋成这样，这谁还敢吃呀？还有你！她漂亮的杏眸瞪向程烨，都残疾了就不要住2楼了，爬上爬下不觉累得慌吗？就算你不觉得累，每次吃饭都让全家人等你一个，你也好意思？嫂子！程香突地站起来，一张小脸气得通红。你骂我可以，但这么说我哥真的太过分了。李凌瑶才生气，怎么过分了？他残疾还不让人说了？你以为他想这样吗？他的腿本来是有机会能治好的，他的战友、他的兵都在等着他。如果不是你跟他吵架，抢司机方向盘导致他出车祸，让他的腿受到2次伤害，他原本是能再站起来的。说着，程香眼睛里涌上泪花，是真的难过。父母工作忙，他从小是程烨看顾长大的，对哥哥感情很深。他心疼骄傲优秀的哥哥变成现在这样，前途事业几近断绝，听不得别人说哥哥。程香这一番话让饭桌上的气氛变得沉默起来。李凌瑶却皱眉，你哭你就有理了，两个人吵架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如果不是程烨处处留情，我会跟他吵吗？又来了，程家人脸上都露出疲惫之色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委屈巴巴的心声响起，干什么呀？我只是想好好吃一顿饭，就这么难吗？谁愿意吃别人口水啊？又不是接吻，就算程烨想吻我，也必须先刷牙。这程香眼中的愤怒一僵，尴尬再次回到脸上，也把程烨和其他程家人整沉默了。再说了，谁说程烨的腿好不了？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明明针灸推拿，1年复健就能恢复如初。他身体底子强，车祸骨折几乎没影响，好不好？自己没碰上好医生，居然敢赖在我头上，哼！程家人顿时瞪大眼睛，别的他们都忽略了，现在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什么？程烨的腿能治好，但是怎么跟李凌瑶求证呢？难道直接说我们能听到你的心声，所以你别瞒着我们了，把治腿的办法告诉我们？当然不行！女孩当着程家的面爆发了一波，今日恶毒进度直接干到了60%，看来很有作用。她口中哼着轻快的小调，愉快上楼了。看了一下衣柜，她不想穿原主穿过的衣服，昨天是没办法，今天她就不愿意将就了。正在她要出门买衣服时，楼下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你说会不会所有人都能听到她的心声？不知道啊，得找可靠的人验证几次。她会不会察觉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觉得你们在说我坏话呢？程家人顿时一惊，几人纷纷扭头，背后议论非君子所为，又被正主逮了一个正着。程家人有一个算一个都目露尴尬。你要去哪里？程烨打破沉默，真在说我坏话？李凌瑶不答反问，轻哼一声。程烨表面淡定，实则汗流浃背。别多想，算了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你先说说你的今天呢？怎么的？1分钱不给我，是想留着养小情人？没有。程烨不欲多解释，直接问道：你要钱干什么？当然是买衣服了。李凌瑶抬起下巴，我衣柜里那些粗布衣服就没几件是人穿的，我都要丢了，都丢了。程香一听就心疼了，大嫂那衣柜的衣服，她羡慕的不得了，没想到她竟然还不满意，说要丢了。李凌瑶柳眉一竖，我用自己老公的今天买衣服，你有意见？除了2条真丝睡裙，别的衣服都磨得我皮肤发红，是这年代没好东西，还是他们故意虐待我呀？应该是故意虐待你吧，毕竟你是恶毒女配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人家肯定讨厌你啊。程香大惊，没有，不是，别乱说。但她视线落在李凌瑶的白净肌肤上，突然有可耻的迟疑，他们程家不会真的是在虐待大嫂吧？我没意见。程香一脸羞愧地坐下了。李凌瑶轻哼一声，美目看向程烨，我去部队打申请，提前把下个月的津贴领了，正好多买点，你跟我一起。其实家里不缺钱，但部队里都是可靠的人，刚好能验证一下李凌瑶的心声，谁能听到，谁不能听到。他一说，其他程家人秒懂，都在心里赞同点头。李凌瑶也缓和了表情，去部队，说不定能碰上周婉柔。她美目眨了眨，撩了撩耳边垂落的发丝，矜持点头，行吧，就先去部队。我倒要去看看周婉柔是何方人物，暗中惦记已婚男人，她还委屈上了，觉得原主败坏她名声了，多大脸呀！看我给她一点点震撼。程烨一整个无语，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他，在家人隐晦同情的目光中，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他和周婉柔真的没来往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半小时后，警卫员赵科开车带他们到达部队，车子在一栋3层高的办公楼前停下。赵科打开后座车门，李凌瑶娉娉婷婷下车，自然将遮阳伞递到他手上，给我撑伞。好。赵科怔了怔，连忙点头。程烨刚拄着拐杖走下车，他就见一个穿着绿军装的中年男人急匆匆从办公楼里冲出，笑着给了他一拳。不容易啊，你终于舍得来部队看看了。两人又聊了好几句，来人才像是终于发现一边站着的李凌瑶，笑容客套道：弟妹今天也来了，呵呵。李凌瑶更客套，冷淡又矜持点了点头。他知道这人，程烨是野战尖兵团的团长，这人是政委谢荣军，两人搭档了许多年，关系相当不错。就是可惜了，以后这谢荣军有了3个娃，一个自闭没有生活自理能力，一个离经叛道离家出走，
一个整容过度毁了一生，就像作者故意用来衬托程烨和周婉柔的幸福生活一样。小童子，你不是还能吃瓜吗？有没有谢荣军的瓜？有的，他身高太矮，但又想彰显男子气概，不训练的时候就往鞋子里塞增高垫3层，可谓是灵活多变的身高了。咦，哎呦，一甜一奶的声音响起，谢荣军一下瞪大眼，什么声音？小童子是谁？为什么知道他藏了多年的秘密？好在他及时接收到程烨安抚的眼神，明白其中有内情，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算了，我也不跟谢荣军计较了。我们一个恶毒女配，一个全能炮灰，撕起来太好笑了。那宿主，你觉得你和谢荣军谁更惨呀？惨呢还是谢荣军更惨？我过几年就要死了，他还有一辈子要熬着呢。我死了就完事儿，他死了做鬼都要担心几个孩子过得不好。不过他家孩子也不是没救，自闭症那个，趁着孩子还小，及时干预，他后半生也不用过得那么惨了。真的吗？宿主，你详细说说要怎么做呀？再详细说说。李凌瑶抬手扇了扇风，想说就算了，日头那么大，晒得我都要晕了。关键时候怎么就不说了？谢荣军急了，求助的看向程烨，希望他能挺身而出，让李凌瑶继续说下去。程烨很想帮忙，但也很为难，毕竟现在这情况不能直接挑明。眼看李凌瑶要钻回车上，谢荣军行动比脑子快，一个虎跃猛冲到他面前，硬生生阻止了他上车的动作。刚才只是态度冷漠，此刻满脸急切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额头大颗大颗的汗珠滚落，眼神要是要吃人。李凌瑶缓缓打出一个问号，什么情况？这是要对他动手吗？我知道我挺讨人厌，但也不至于直接对我动手吧？不是。谢荣军几乎嘶吼出声，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想了想，突然强行调整脸上的表情，拼命挤出一个笑，以证明自己的善意。李凌瑶后退一大步，我的眼睛！系统，这是什么新型的攻击招数吗？靠丑笑吓死敌人，这创意要超越满清10大酷刑了。本童子也觉得有可能，你们人类的想法总是很奇妙。谢荣军差点没哭出声，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他脸上的肌肉因为超负荷运转都快要僵掉。粗糙的双手用力搓了搓脸之后，他尽量和善问：弟妹，外面太热了，你要不要去楼上喝杯茶？李凌瑶深深怀疑，这是要害我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对，明明刚才还很看不上你，他是不是想在茶水里下毒，好为兄弟除掉我这个祸害？显而易见，一人一系统其实只是无聊的吹水，但听到谢荣军耳里，他只觉得天崩地裂，日月无光。是，之前都是他错了，他也知道他长得丑，但吓人真不是他本意啊，更别说害人了。作为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为国效力的军人，他怎么可能害人？就在他急得满头大汗，恨不得剖心自证的时候，程烨出声解围，去楼上坐一坐吧，刚好我要打申请报告，提前领下个月的津贴，有津贴就能买衣服了。李凌瑶一瞬间异动，嘘寒问暖不如一笔巨款。没问题，都交给我处理。谢荣军一叠声应下，你们要是急着用钱，下月津贴不够，尽管跟我开口。三人上了楼，往谢荣军的办公室走。李凌瑶还没进门，谢荣军就大声叫人去泡茶，自己则一个箭步冲到电风扇面前，开了电风扇之后特意调整角度，专给他一个人吹。至于好兄弟是不是汗流浃背，不好意思，兄弟的死活他是管不了了。把李凌瑶安顿好，见他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，心里也没再怀疑他的用心了，他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下一刻，他就皮笑肉不笑的，双手搭在程烨的轮椅后面的把手上，把毫无反抗能力的他推出房间。程烨，这个事你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，关系到你大侄子的一辈子，你真的不能坐视不理。算兄弟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先别急，谢荣军是信得过的人，程烨没有瞒他什么，除开李凌瑶对他这样那样的调戏心声没说，其他都是照实说给了他。程烨说完，谢荣军情绪也平静下来。你意思是弟妹现在还不知道别人能读到他的心声，贸然把这事拿出来说，我们没办法解释是从哪里知道他有那本事的，对吗？是。程烨点头。那还不简单，晚上我就带着谢武去你家串门子，在弟妹面前卖惨，让你嫂子跟弟妹多哭几回，说不定能哭得她可怜同情，主动表示自己能治谢武那孩子。程烨一脸无语，你别对他抱有太高的期待，你才不要误解弟妹。谢荣军瞪起眼睛，不是我说，你身边就睡着一个神医，说100%能治好你的腿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打算了？要不你也跟弟妹哭惨，求他对你好点。程烨头上冒出一个问号，要我说，你就应该对弟妹好一点，事事都顺着，就算人家要骑你脑袋上，你也要当祖宗供着。军区医院那谁，周婉柔，以后别见了。程烨顿时瞪大眼，等等，他跟周婉柔是真的没来往，并且之前李凌瑶来部队闹，谢荣军担心他会影响他的前途，对李凌瑶颇有微词，现在怎么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？就因为李凌瑶疑似有高超的医术，能治好他儿子。共事多年，程烨就算再怎么面无表情，谢荣军也能从他细微的神色变化中窥探到1-2分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他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震声道：对，我就是这么能屈能伸，只要弟妹能把小武治好，我家带头把他供起来。你要是对弟妹不好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这是什么感天动地的兄弟情，真是令人丝毫不意外。办公室里，李凌瑶站在窗前朝外看，不经意看到操场上有士兵在训练，一个个练得汗流浃背，干脆将上身的半袖脱了，一个个露出精悍结实的肌肉。这是什么人间美景？男菩萨集体下凡吗？这么多腹肌，比小视频精彩多了。如果有望远镜在手，我不敢想象我能开心成什么样。对比一下，好像还是程烨身材更好哎。身材好有什么用？老古板一个，又死防着我，肯定不会给我摸腹肌。程烨和谢荣军走进办公室，正好听到谢荣军一脸不敢置信，无声做口型：你连腹肌都不给老婆摸，这么讲究，平时夫妻生活都把腹肌包起来的。程烨无力争辩。听到动静的李凌瑶恋恋不舍，收回目光，转身看向他们，申请报告弄好了。谢荣军笑得和善，那必须的。行。李凌瑶满意点头，漫不经心道：既然弄好了，那就去军区医院吧。今天的日常任务还没刷完，还是要努力。程烨一惊，
真要去？谢荣军立刻点头，用行动表示支持。去，现在就去，我亲自开车送你们过去。周婉柔肯定在，她要不在，我让人叫她来上班。她第一次知道，她共事了多年的好兄弟还有这副嘴脸。谢荣军突然转变态度，这么热情积极，李凌瑶一下就懂了。没想到谢荣军竟然是个乐子人，这么迫不及待想看我手撕周婉柔。程烨知道他兄弟是这德行吗？小童子，他还有什么瓜吗？还有，今年是谢荣军的本命年，他死活不肯穿红袜子，怕占有笑话，但天天穿着红内裤。昨天晚上他偷偷喝酒吃花生米，被老婆揪耳朵，跪了搓衣板。还有，谢荣军一个踉跄，差点没摔跤。弟妹，他连忙开口，再让这个系统爆瓜，他真的要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没看到程烨那狗东西，虽然面无表情，但眼睛里都是笑吗？怎么？李凌瑶杏眸看向他，到太阳底下了，我给你撑伞。谢荣军呵呵苦笑，抢过赵科手里的遮阳伞，给李凌瑶撑上。上车之后，因为想在李凌瑶面前好好表现，他又把车开得起飞。李凌瑶被晃得头晕脑胀，他忍无可忍。谢荣军，停车！你不会开车可以不开，让赵科来。车速这么快，是想我死吗？谢荣军心头一急，车速太快了，生怕引来李凌瑶的反感，他下意识就去踩刹车。可是人一分神就容易出错，重一下踩在油门上，连忙又一个急刹，好死不死，后座的李凌瑶没系安全带，身体因为巨大的惯性猛地朝前摔去，差点没被直接甩出车子。幸好程烨反应快，及时将他扯到怀里，这才避免一场惨剧。谢荣军，李凌瑶惊魂未定，气的声音都在发抖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也没必要下这样的死手吧？我绝对没有要害你的意思，真的是意外。谢荣军要急死了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滚落下，再次求助的看向程烨。你看程烨干什么？想让他管我？李凌瑶气笑了，还意外？我怎么就觉得不是意外？下车，让赵科来。行。谢荣军一脸后悔的坐到副驾驶，赵科接过方向盘之后，开得比之前更加稳如老狗。因为李凌瑶板着一张俏脸，车子里的气氛有些凝重。谢荣军使劲对程烨挤眉弄眼，程烨头疼，向来沉默寡言的他不知道怎么安慰人，但李凌瑶吓得脸色惨白，明显是下狠了。他正要组织语言，李凌瑶的心声突然响起，刚刚我摸到程烨的胸肌了，结实宽广，确实手感不错，不打赏也能感受榜一富婆的快乐，这算是因祸得福吗？小童子哈哈大笑，怎么不是呢？哎呀，我的头还是有点晕，手有点没劲儿，可能会悄悄往下走一点。小童子，程烨他掐我手。李凌瑶的心声满是震惊委屈，但并不值得同情。谢荣军瞬间就不慌了，从后视镜打量程烨，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只有男人才懂的揶揄。程烨一整个无语，向来情绪内敛的他耳根滚烫发红，生平第一次明白了手足无措是什么意思，狼狈到了极点。程烨，你的手是铁钳子吗？都要把我手捏红了，再不松手我就要咬你了。李凌瑶忍无可忍的开口，拉回他的思绪，我又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干嘛突然掐我？你是不是有病呀？他根本没想过是自己的心声曝光，才引来程烨的自我保护，实在疼得厉害，也不愿意留一圈难看的印子，又气又急瞪向程烨。程烨再度深吸一口气，我放手，你别作乱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？程烨不想说话，迟疑片刻，他慢慢松开了手。好在刚才满脑子要使坏的人并没有继续作乱，而乖乖坐直身体，甚至把安全带都系好了，这让他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只是被他手心撑过的胸膛，被他细白指尖划过的腿部，很奇怪的，像是有一阵阵的电流窜起，酥麻难耐。几分钟之后，军区医院到了，医院占地面积很广，想靠运气碰到周婉柔不是容易的事。谢荣军想将功补过，自告奋勇去打听消息。李凌瑶一边揉着发疼的手腕，一边走下车，没注意到车里程烨的不对劲，直到2-3分钟过去，他还没下车，他才气哼哼的回头催促，你怎么那么慢？是不敢跟我去找周婉柔对峙吗？就来。程烨声音有些奇怪的暗哑，也许是热，他脱去身上的军绿色短袖衬衣，将衬衣搭在手臂上，上身只留着一件白色工字背心，露出宽阔的肩膀和一双肌肉结实漂亮的手臂。工字背心布料轻薄，李凌瑶偷偷打量，耐心数了数，确定了，程烨真的有练过，真有8块腹肌啊！李凌瑶瞬间眼睛一亮，小小在心里吹了声口哨。程烨生平第一次被女人调戏，还是吃的闷亏，不能作声，他无奈低头掩饰发红的耳根。坐上赵科推来的轮椅后，他随意将衬衣搭在双膝上，搭腿上也热，让赵科帮你拿着吧。李凌瑶冷冷开口，他还想看腹肌。是的，团长，我来拿吧。赵科连连点头，立刻伸手去拿衬衣，却被程烨一把拍开手，不用。就在这时，先去医院大厅打听消息的谢荣军回来了。周婉柔现在住院部3楼，我们直接去找她就行。小说原女主是什么样？李凌瑶自穿书之后就一直很好奇，当她远远见到周婉柔本人，心里只留下2个字，那就是绝了。周婉柔说不上是绝色美人，但也长得白白净净、清雅秀丽，看着舒服养眼。这样的人显然比脑子不好、是美行凶的原主讨喜多了。我总算知道了，为什么原主每次都对周婉柔喊打喊杀，实在是男人都喜欢这一款绿茶。不是所有人都讨厌绿茶吗？那你就错了。女人讨厌绿茶是因为绿茶绿了自己，男人讨厌绿茶是因为他们竟然招惹的不是自己。好有道理哎！程烨和谢荣军一人头顶冒出一个问号。李凌瑶唇角扬起，一边走向周婉柔，一边问系统：有周婉柔的瓜吗？我很好奇她是白是黑还是白切黑，这就去查。宿主等等。随着李凌瑶的走近，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反应，但正在交谈的周婉柔和护士长王慧突然眼神茫然，最后视线落到李凌瑶身上。刚才说话的人是他。程烨时刻关注着周围人的反应，一见2人神色就知道他们也能听到李凌瑶的心声。再一思考，他心里隐约有个推测，难道跟李凌瑶命运相关的人就能听到他的心声？系统的瓜已经准备好了，欢快的小奶音响起。宿主，这个周婉柔真的好多瓜呀！什么？你快说说！你光知道他对程烨有意思，想把你拉下程太太的宝座，你不知道他在老家还有一个青梅竹马，并且已经订婚好几年了吧？跟他说话的那个王慧，每次你过来闹事，王慧都会维护他。可王慧不知道，她老公经常偷偷给周婉柔买东西，甚至把她祖传的金手镯都给周婉柔了。哈？什么？王慧一脸震惊，怒火中烧，看向面前的周婉柔，发现她脸色惨白，摇摇欲坠。还有什么不懂的？那个神秘声音都说中了，金镯
镯子，那可是祖传的大金镯子。王慧心里烧起熊熊怒火，手里的东西一摔，伸手薅住周婉柔的头发，啪啪给了她2个大光。周婉柔被打得眼冒金星，眼睛一红，哀哀的哭了起来。王姐，你听我说，不是那样的，你别打了。一见这状况，周围的医护人员立刻冲过来，将2人分开。王姐，你平日里最护着婉柔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抛开事实不谈，婉柔再怎么不对，你也不能打人吧？平时王慧有多维护周婉柔，现在就有多气。她恨自己瞎了眼，更恨劝她的人也一个个都瞎了眼。我怎么不能打啊？周婉柔她……王慧正要说出从神秘声音那里听到的秘密，下一秒就被谢荣军给喊住。王护士长，周婉柔，跟我过来，事关军事机密。谢荣军面容严肃，王慧冷哼一声，没再闹腾，脸色难看的点点头。周婉柔捂着被打肿的脸，无声垂泪，楚楚可怜的看向程烨，只可惜程烨根本没给他一个眼神，无奈他也只能跟在谢荣军身后。这场闹剧发生的突然，又结束的太快。李凌瑶还没开始闹事，他要作妖的对象居然没了，有点意外。哦豁哦豁，一人一系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。行吧，周婉柔跑了，干等谢荣军又无聊，继续吃瓜吧。好的，宿主，这个周婉柔她是真的厉害，她不仅吊着王慧老公的胃口，竟然还跟一个供销社上班的青年来往密切。医院食堂有个小伙子也是周婉柔的追求者。还有，李凌瑶听得津津有味，周婉柔不仅有经济头脑，还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呀。她养鱼技术这么厉害，光靠养鱼就能养活自己了吧？对了，程烨在周婉柔的名单上是排第几？第6。那周婉柔是怎么叫程烨的？不会也叫哥哥吧？程哥哥、叶哥哥还是程烨哥哥？程烨很想保持镇定，大耳根悄然红了。跟周婉柔无关，主要是一声程烨哥哥从某人口中说出，让他感觉很不对劲。李凌瑶吃瓜吃的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不屑，一会儿轻笑，联想他平日里的做派，不少人在心里暗存，这是看见周婉柔被打，在这里看戏吧。就在李凌瑶和系统聊得正欢的时候，一个年轻护士突然走到他面前，眼睛不善地看着他。李凌瑶，婉柔被谢政委喊走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？李凌瑶回过神来，一双漂亮的杏眸打量着面前的人，你是谁？年轻女孩气得一个倒仰。李凌瑶，你装什么傻？你都来我们医院闹了3、4次了，你会不知道我是谁？这时李凌瑶已经从系统口中问到了他的名字，顺便吃了一波小瓜。哦，你叫孙玉，是周婉柔最好的朋友。对，就是我。孙玉眼中满是骄傲，整个医院我和婉柔的关系是最好的，所以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欺负她。李凌瑶理解点头，并贴心的给出完美建议，既然不能眼睁睁看着，那你不如闭上眼睛。周围隐隐传来笑声，笑什么笑？孙玉气得跺脚，又冲着李凌瑶愤怒道，你不过就仗着婉柔性子好，所以才这么欺负她。如果不是你先跟程团长结婚，程太太根本轮不到你。李凌瑶又点头，目光中甚至带着几分欣慰，你能这么想真的是太好了，因为你男朋友也是这么想的。什么？孙玉一下懵了，明明说的是周婉柔的事，怎么突然说到他对象了？什么情况？李凌瑶双手环胸，轻笑一声，目光同情，你对象是医院食堂那个负责打饭的小伙子吧？他追周婉柔追了快3个月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周婉柔给他拉了小手，他一冲动就决定跟你摊牌。要不你现在下楼去看看，也许能碰到他。什么？甚至不用孙玉往楼下走，一个矮胖的年轻男人出现在3楼，四处找人，最后看向孙玉所在的方向，满脸愧色的冲他招手，小玉，孙玉，你跟我来一下。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孙玉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突然狠狠瞪了李凌瑶一眼，飞快朝着矮胖年轻男人走去。很快，那个方向就传来孙玉的怒吼声以及男人凄惨的叫喊声。这么彪悍的吗？李凌瑶脸上的笑容一凝，冷汗都要流下来了。下意识的，他靠近了程烨，一点又一点，最后紧紧贴着他的轮椅。小童子，我突然感觉当恶毒女配有点不够安全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练个散打，再练一个长跑？练散打就够了，为什么要练长跑呀？打不过就跑呀？那打得过呢？当然是追上去打了。程烨无语，很好，很李凌瑶的回答。谢荣军耽误的时间没多久，过了10分钟，他就带着周婉柔和王慧回来了。就有那么巧，孙玉刚结束对前对象单方面的殴打，把食堂打饭男青年揍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，回来就碰到了周婉柔，没休息半秒，他气沉丹田怒吼一声，又朝着周婉柔扑过去。新一轮混战开始，尖叫声、怒骂声四起。李凌瑶微笑脸，状似淡定的将垂落耳畔的发丝撩到身后，默默的又靠近了程烨一点，甚至躲在他轮椅背后。我突然发现，治好程烨的腿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宿主，你是对程烨生出同情了吗？提醒你哦，这可不是恶毒女配应该做的事情。不是，我是想，万一有天摊上事了，是不是程烨的战斗力越强，我的安全性就越高呢？要是他也打不过呢？那别人放狠话说我要打断你的腿，也能多个选择，打他的。小童子和程烨一起无语。程烨捏了捏眉心，要不去供销社？李凌瑶很想买衣服，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供销社，主要是车子快开出军营的时候，谢荣军说起部队正在搞军事大比武，他一下就来了兴致。很快，训练场到了，车子一停好，李凌瑶就跳下车，担心程烨跟之前一样磨蹭，他回头想催促2声，却见男人正低头整理军装，眼神坚定，动作严肃认真，不由得怔了一怔。一瞬间，他突然什么话都说不出口，插混打磕的心思都没了，心里酸酸软软的，甚至泛起一丝敬意。程烨应该很爱自己这一身军装吧？他没注意到车里的程烨突然手指一顿，身体有一瞬间明显的僵硬。谢荣军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在心里低低叹了口气，虽然没有表现出来，但2人心里都有些沉重。程烨现在还是团长职务，但如果不治好腿，他其实很难在这个岗位上继续留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李凌瑶的心声再次响起：小童子，你说我要不要想办法演示一下，帮程烨把腿治好？几乎是一瞬间，程烨和谢荣军的呼吸都暂停了，2人表面风平浪静，实际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李凌瑶身上。宿主，你是真的要给程烨治腿吗？你可是恶毒女配啊，要是把程烨治好了，以后你怎么比他？嫌弃他吗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李凌瑶认真思考片刻，灵光一闪。
闪，那要不我把程烨的左腿治好，把他第3条腿打断。程烨和谢荣军瞪大了双眼，李凌瑶觉得自己真是天才般的想法，系统立刻惊喜夸夸，可以啊，宿主你真的好棒，又恶毒又聪明。他阴唇一弯，那是。程烨对自己的清白看得很紧，生怕破了自己的童子功，功能健全有什么用？打断他第3条腿，天天嘲笑他不是男人，我轻松完成每天 KPI。他还很好奇，你说真让程烨选，他是愿意要下半辈子的幸福，还是要保家卫国的事业？系统声音奶凶，甚至有点阴恻恻。我不知道他会怎么选，但我觉得宿主你可以让他都默的选。要论恶毒还是你恶毒？嘿嘿，宿主你也表扬我了。谢荣军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一脸同情地看着程烨。见到下车的人里有程烨，其中一个营长轻蔑冷喝一声，大步流星走来。今天是什么风把我们程大团长吹过来了？不会是来打退伍申请的吧？谢荣军自他走过来就一脸厌恶防备。周放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周放听到这个名字，李凌瑶眼中掠过一丝诧异。小童子，这个周放是什么人？身上有什么瓜吗？系统滴滴2声，很快就惊讶喊道：我的天，这个人身上的瓜简直多如牛毛，我都快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了。你先说说周放为什么对程烨这么不客气？这个说起来简单，主要是周放喜欢文工团一个姑娘，那姑娘喜欢程烨，周放又看上军区医院一个小护士，那姑娘还是暗恋程烨，最后周放看上一个男的，那人李凌瑶惊，不会还喜欢程烨吧？恭喜宿主你猜对了。什么？听到李凌瑶心声的几个军人几乎同时瞳孔地震，如此明显的反应一下就让谢荣军准确锁定了目标。他赞许地拍了拍程烨的肩膀，都是你的功劳。程烨脸色一冷，滚。周放听不到李凌瑶的心声，在突然听到程烨这一声滚，瞬间就认定他是在呵斥自己，让我滚，瘸了一条腿的你什么也不是，你只是一个残废。50米步枪敢不敢比？在周放的冷嘲热讽中，程烨答应了下来。好久没活动了，结果依然5个5环完虐周放。周放气急败坏，要求加赛其他项目，脸都扭曲了。李凌瑶也非常无语，就周放这德行，以后还和周婉柔有地下情，他是真不挑。系统突然激动开口，等等，宿主，我又找到了一些信息，这个周放身上还有大瓜，绝对粉碎你的3观。粉碎3观？虽然不知道3观是什么，但和李凌瑶一样，程烨和谢荣军都竖起耳朵，甚至出于某种直觉，程烨直接开口，先上车，外面太热了。上了车，李凌瑶兴致勃勃，等着系统分享大瓜。宿主你看，因为周放吃醋，程烨和周婉柔经常争吵。程烨本来是想报复情敌，结果阴差阳错查到周放在部队的时候就被敌国攻略，贩卖了不少关键消息出去。周放是卖国贼。李凌瑶突然没了吃瓜的兴头，皱着秀气的眉问小童子，你知道周放什么时候被攻略的吗？已经被攻略了，3天之后他就会把一份重要资料交给接头的人，给华国造成巨大的损失。就在3天后，李凌瑶的心声充满震惊，他是没想到来一次军营竟然吃到这么大的瓜，不止他惊讶，程烨和谢荣军也没有想到。不动声色的两人都竖起耳朵。李凌瑶连忙问什么巨大的损失？因为周放给出去的这份资料，华国有30几位顶级军工科学家不幸遇难，军方也死伤3000多人，损失惨重。不是这样，周放也不会被判死刑，这也太可怕了，牵扯到数千条人命呀！李凌瑶咬了咬唇，在心里犹豫，我能不能隐晦提醒程烨，让他去查一查周放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可是恶毒女配啊，你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用管这些的。也是，他没继续坚持，但心情却明显低落下来。程烨和谢荣军一脸严肃，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趁着时间还来得及，他们不可能置之不理，等下就向上级汇报。程烨让赵科把车停下，他转眸看向身边的李凌瑶，目光内疚。我突然想起部队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今天不能陪你去供销社了，等今天下来了，我陪你去外贸商店再看看。谢荣军立刻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，痛快说道：先用我的，弟妹先应应急。李凌瑶没心情，摇头拒绝，算了吧，供销社里能有什么好东西，不想动。赵科停好车，程烨和谢荣军两人下车，车子启动，李凌瑶雪白的皓腕撑在车窗上。小童子，我怎么突然感觉心里有些闷闷的？想了一会儿，李凌瑶柔柔撑起身体，既然我不舒服，那就让别人更不舒服好了。另一边，程烨和谢荣军正商量着对策，忽而心有所感，扭头看向车子开走的方向。他能清楚看到李凌瑶秀眉微蹙，无力将头靠在车窗上的模样，粉润的阴唇也抿着，似乎不太开心。难道是因为他没陪着他去供销社，不满意了？程烨心里刚闪过这个念头，就见李凌瑶直起小蛮腰，不知道跟前方开车的赵科说了什么，然后车子突然掉头，急速返回，一个急刹，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停在两人1米之外。李凌瑶俏脸生怒，一双漂亮的杏眸居高临下睨过来。程烨，区一个营长都能骑到你头上撒野，你这个团长当的也太没出息了吧，连带我都觉得丢脸。50米射击胜了他又怎样？把他弄出部队才算你有本事。他抬起白皙精致的下巴，手指在车窗上点了点，颐指气使道：我建议你查一查周放，说不定查到什么要命的把柄，我看他就不像个好人，肯定一查一个准。哑巴了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是没长耳朵还是没长嘴？李凌瑶拧起秀气的眉头，你要是不查周放，就不是个男人。程烨一阵沉默，知道了。李凌瑶轻哼一声，总算满意了，那行，算你识相。他抱怨了一声热死了，关上车窗对赵克说道：走吧。随手查看日常任务进度，发现今天的进度条已经满了，他心情更加轻松，心声也带着几分惬意，总算能回家休息了。系统欢呼鼓掌，宿主你真棒，这么当众凶程烨一顿，让他在战友面前丢尽脸，对他的男性自尊心简直是绝对的打击，肯定能让他越来越讨厌你。那是，对了，你帮我看看程烨，他现在什么表情？有没有咬牙切齿？像不像半夜会拿我脑袋当西瓜砍的样子？还好，他现在面无表情，看来应该是将痛苦深深藏在心里，但不像是会趁夜里对你动手的样子。李凌瑶轻哼一声，又抖擞起来，天天睡一张床上都不对我动手，程烨果然不是个男人。宿主，你说的动手和我说的动手不是同一个动手吧？不然呢？随着车子的远走，李凌瑶和系统的交谈，程烨和谢荣军再也听不到了。程烨抬手捏了捏眉心，垂眸敛目，思考接下来的对策。谢荣军大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一脸关心道：你一个人把痛苦憋在心里多难受，大声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都听听。程烨淡淡抬眸，然后呢？拿我的痛苦下饭。两人互对归互对，正是半点不含糊。事不宜迟，尽快去找师长。想起什么，程烨又跟谢荣军说道：先回你的办公室，我给家里去个电话。程
程烨这边争分夺秒忙起来的时候，另一边李凌瑶回到了家里。她一进门，陈玉香便迎了出来，以从未有过的和善态度，笑容满面道：“凌瑶回来了。”又一边高声喊道：“张妈，去端一碗凉茶来，给凌瑶去暑气。”李凌瑶被拉着坐在皮沙发上，一边小口喝着苦中带着一点回甘的凉茶，一边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：“小童子，今天我这婆婆怎么这么反常？虽然她是一个性格直率、与人为善的人，但之前程家一家都不是很满意原主，关系并没有那么好吧？系统也很迷糊。是的呀，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对你挺满意的。”李凌瑶想到什么，忍俊不禁：“那你说，我要是跟我婆婆告状，说程烨结婚这么久了也不跟我圆房，甚至碰都不给我碰，她是不是会给我做主？她要是听了我的哭诉去敲打程烨，以她那种老古板的性格，肯定会气死吧？不过算了，这种幼儿园小朋友告状的把戏，我懒得玩。”什么？听到李凌瑶的心声，陈玉香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，惊讶的脸上的笑容都僵硬了，暗暗有些咬牙切齿。程烨那狗崽子，把媳妇娶回家就是这么对人的，不行，他真得去敲打一下。部队里的程烨突然打了个喷嚏，有人说我坏话。陈玉香笑着拉起李凌瑶的手，把她带到自己房间的大衣柜前。程烨刚才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下午陪你去供销社。我一想，我这里有几条新旗袍，衣服料子比供销社里的好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你要是看得上眼，正好拿去随便穿穿。李凌瑶有些意外，程烨居然特意给家里打电话，难道他喜欢被面？明明才被他凶了一顿，连他不是男人的话都说了。这几条旗袍都是夏装，你要是喜欢，过一阵天气凉静了，我再带你去做几身秋冬穿的。说着，他打开黄花梨木的大衣柜，从里面取出几条旗袍摆在床上，富有质感的顺滑布料，精致无比的做工，瞬间就抓住了李凌瑶的视线。一看就知道这几条旗袍肯定是私家定制的，要是在穿书前一件怎么也要大几万。相互客套了一下就拿上楼了，楼下叫吃午饭。李凌瑶选了一条最喜欢的旗袍换上，人舒服了，她心情都好了不少。一听到脚步声，程香便抬起头，这一看她眼睛就亮了。从楼梯缓缓而下的女人，雪肤红唇，身段窈窕有致，看得傻了。她傻乎乎张开双唇，双眼发直，整个人陷入莫名的空白状态，像是被抽走了魂魄。怎么了？李凌瑶轻飘飘扫她一眼，擦擦口水。哎呀呀！盈盈香气袭来，程香面红耳赤的低下头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嫂子，快来吃饭吧，今天张妈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竹荪鸡汤。”捂脸，真的太丢人了。她竟然被嫂嫂的美色惊呆了。他哥的伙食也太好了吧！吃过饭，李凌瑶没在楼下多待，上楼午睡去了。下午程烨一回来，直接就被程朗拉进程建国的书房。他一进门，家里人都在。程朗关上门就心急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见到王师长了吗？他是怎么回复的？”其他几人也都看着程烨，目含关切。程烨点头。王师长虽然对此事持怀疑态度，但也给了我和谢荣军充分的信任，上面应该会以暗中搜查为主，再放长线钓大鱼，最好能把他背后的人一网打尽。那就好。程建国满意点头，又道：“如果这事是真的，你媳妇就算是立下了大功，上面有没有说对你媳妇是个什么态度？”暂时没有，估计要先看看情况，还要再研究。程烨摇头，但我估计等周放的事情结束之后，上头可能会立刻跟我们联系。程建国点头，按照现有的信息分析，李凌瑶的价值太大了，国家各方面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，肯定会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不会空让一座宝山闲置。这是太离奇了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国家层面肯定没办法大张旗鼓的奖励凌瑶，但我们却不能亏待她，不止物质上不能亏待她，更要待她好一些，多疼爱一点。特别是你，程烨。程烨心里一惊，突然被点名，且对上陈玉香杀气重重的目光，程烨不知道为什么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正事已经讲完了，接下来要说的不适合小孩听。陈玉香没好气的轰走闲杂人等，门一关，直接问到自家不省心的大儿子脸上：“你说你，虽然当初你和林雨结婚是逼不得已，但既然媳妇娶回来了，还是要对人好吧？你说说，怎么你就不肯跟人圆房了？”程烨俊脸迅速泛红，耳根滚烫发热。而在这时，趴在门板上偷听的两个闲杂人等程香和程朗对视一眼，眼中都写满了不敢置信。傻，不会吧？然后两人又同时死死捂住嘴巴，一脸绝望。完蛋了，他们肯定要被收拾了。嫂子应该午休好了吧？对，咱们去找嫂子救命。就在这时，门嘎吱一声打开，门后出现程烨阎王一般冷酷的脸。程朗和程香立刻抱头鼠窜，朝着李凌瑶和程烨卧室的方向一边狂奔，一边鬼哭狼嚎：“嫂子快开门呀！嫂子救命！”房门被拍得砰砰作响，惨叫声阵阵，那叫一个扰人清梦。才睡着几分钟的李凌瑶被迫醒来，心里的火气腾一下就窜起来了。有事？他冒火的杏眸扫向程朗两兄妹，双手环胸，仿佛他们要是说不出个他能接受的理由，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怎么感觉嫂子也很可怕？没比大哥安全多少。嫂子，程香硬着头皮，委屈巴巴的凑上前：“大哥他要揍我们，你帮着劝劝好不好？让我帮着劝劝。”李凌瑶反问：“两人同时点头。李凌瑶不怒反笑：“你们是高估了我在你们大哥心里的位置，还是高估了你们两个在我心里的位置？”程香、程朗两脸懵逼，他们慌得不行。李凌瑶红唇轻启，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冷酷的话：“我跟你们关系很好吗？是什么给了你们错觉，以为我会救你们？”看也不看两人眼巴巴乞求的眼神，李凌瑶优雅转身，砰一声把门关上。门外，程香和程朗一脸怕怕，假笑僵硬，身体几乎贴在李凌瑶的房门上。陈玉香呵呵一笑，挽起袖子就准备给家里不听话的逆子逆女一顿竹笋炒肉吃吃看。就在这时，李凌瑶的心声突然又响起，程烨已经回来了。两个小傻子哭诉说程烨要揍他们，我差点没反应过来。是哦，他们真是傻。程烨对自己的贞洁看得那么紧张，生怕宿主玷污他，怎么会听宿主的话呢？贞洁？李凌瑶没忍住笑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系统的小奶音充满了困惑。没错，男人的贞洁是他们最好的嫁妆。对了，程烨用过手吗？也没有。李凌瑶杏眸弯弯，忍不住再次笑出声。程烨这点做得很好，活了27、8年连手都没用过，纯洁得很，不愧是男主。门外的程家人实在有些尴尬。陈玉香抬头看了看天，装模作样小声道：“不知道后院那几只鸡下蛋了没？我去看看。”程香立刻跟上，妈，一起捡鸡蛋的事交给我，我熟。刚才还喊打喊杀，现在亲亲密密，母女俩手挽着手走了。只有程朗实在忍不住好奇，凑到黑着脸的程烨耳边问：“哥，不会吧？你真的连手都没用过？我18岁的时候就……”程烨凤眸一沉，握拳发力，一记强有力的勾拳猛地击中他的腹部，疼得他嗷一声惨叫，弓着身
身体倒在地上，眼泪都快飙出来了。谁啊？房间里听到声音的李凌瑶从床上坐起，疑惑看向门口。是我。程烨甩了甩手，沉声回答。李凌瑶打开门，一眼看到趴在地上的程朗，顿时什么都懂了。毕竟之前程朗和程香求过我，我还是得说点什么，不然那惨叫听着也真让人不忍心。倒在地上的程朗心里一喜，这次被揍就算了，嫂子这么善良，肯定会劝哥以后对他们好一点，下手轻一点。然后他便听李凌瑶说道：管好你弟弟妹妹，让他们以后少来打扰我，教训他们的时候也离我远点。鬼哭狼嚎听着吓人，听不到惨叫就不会不忍心了。系统小奶鹰直接夸夸：哇，宿主你真的好聪明，小意思，基操，就这。程朗直接一个爆哭。李凌瑶走进房里，程烨跟着进门。程烨在外折腾出了几身汗，向来爱干净，回来就准备冲个凉，脱去身上汗湿的绿色军装短袖。他正要把贴身穿着白色工字背心也脱掉，突然敏锐感觉到身后有一道不容忽视的视线落在他身上，他流畅的脱衣动作一下就僵硬了，扯着背心下摆的手直接停在半空。下意识回想刚才在书房的时候陈玉香对他说的话：怎么着，你的身体是金子打的，摸一下能掉块肉？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媳妇已经娶回家了，她又那么好，你不能让你媳妇守活寡。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好好表现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李凌瑶甜软的心声又响起：脱呀，怎么不继续脱了？难道她在等我去帮忙？榜一富婆的快乐我可以。身后响起女人走近的脚步声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松开扯着背心下摆的手，双手紧握住轮椅扶手，喉结无措的上下滚动了一瞬，一步两步，身后的人走近了，微微轻身，一缕盈盈的暖香袭来，女人十指纤纤的手出现在程烨的视野中，目标似乎是他。耳根爆红，向来沉着精明的脑子像是断了线，身体宛如被自我保护意识接管了，闪电般扣住那只白皙的手腕，一扬手就要将人远远扔出去。可是关键时刻，脑子猛然反应过来，他有一瞬间心脏狠狠停跳，慌忙将人往回拉，一推一拉之间，李凌瑶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小腿被轮椅扶手撞了一下之后，一个身形不稳就跌坐在男人怀里。惊讶抬眸，男人深邃克制的双眸和他对视，他的手撑在他宽阔厚实的胸膛上，坐在他肌肉结实的腿上，整个人几乎被他半抱在怀中。两人靠得这么近，他能清晰感觉到男人身上的热量极高，暖烘烘的，像是一座快要喷发的火山。他衣服上带着淡淡的薄荷洗衣粉味道，也许是出了汗，身上还有一点汗味，不让人讨厌。强烈男性荷尔蒙扑面而来，反而会加速心跳。说起心跳，男人的心跳强健有力，像是急促的鼓点，一下下敲击在他掌心，无声泄露出他此刻的紧张和无措。李凌瑶本来有点慌，但程烨比他更慌，他顿时就可以了。杏眸一弯，他手指在他的胸膛上点了点，语气带着调侃：程团长，你的心跳好像有点快。程烨喉结滚动，狼狈别开眼，威哑的声音说道：你可以起来了。那你今天捏了我2次手腕，就这么算了？李凌瑶反问。程烨垂眸问：你想怎么样？你乖乖的给我亲一下，我就既往不咎，怎么样？李凌瑶笑意盈盈：不怎么样。不答应你就不怕我生气？李凌瑶瞪着杏眸哼了一声。程烨无语，有的人脸上的坏笑不要太明显，分明只是在调戏，在撩拨。也许他真的答应下来，他立刻就会义正言辞地说：你这人心思太肮脏了，让他羞窘欲死。程烨深吸一口气，结实有力的双臂抱起怀中的人，朝前一抛。下一刻，李凌瑶的身体便腾空而起，1秒后软软跌在床上。程烨，他不敢置信地撑起身体，杏眸瞪圆，气得捏拳捶床：你不给我亲就算了，居然还丢我！明明都动情了，我都感觉到他。程烨耳根一热，突然出声：李凌瑶。李凌瑶先是一怔，而后更加气道：你丢我就算了，还凶我！人生从未经历过如此危机，身经百战的他也难以抗衡，调转轮椅，他快速朝着大门冲去。门一打开，门外一直保持倒地姿势，暗搓搓偷听的程朗没跑得及时，如遭雷击，对上程烨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的幽暗黑眸，他心脏狠狠一跳，缓缓挤出一个僵硬的假笑：嘿哥！程烨凤眸森寒，强压住心里的怒意，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他可能要被大哥打死了。晚饭时，李凌瑶气哼哼在饭桌上坐下，把身边的程烨当成空气。饭菜看着不错，心情好了点，就是有些人的脸太影响食欲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宿主挡住就好了。李凌瑶抬手搭在额头上，慢条斯理吃起来，一脸满足。你脸上是怎么了？程香捅了捅身边的程朗手臂，一脸好奇。程朗英俊帅气的脸青一块紫一块，眼睛下方还肿起老大一块，嘴角也破皮了，看着像是被人给狠狠揍了一顿。奇怪的是，一家人除了他，其他人都当没看到。带着满脸的不解，他迷迷糊糊坐下来，后知后觉发现事情有点不对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小奶音响起：宿主，程朗肯定是被男主揍的对吧？他活该，躲门外偷听我和他哥调情，他哥没打死他算好了，那是真的好过分呀！我都不会偷看宿主和程烨亲亲，那也没亲成呀。说起这个就更气了，程烨那狗东西明明都动情了，居然……李凌瑶，程烨突然严肃开口：叫我干什么？突然被喊，李凌瑶气哼哼看向他，憋得脸都红了。你到底是对我有多不满？你改行不行？再跟着他就发现其他人脸色都有些怪怪的，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是男生女生和父母一起看电视，突然画面里出现男女主接吻滚床单的画面，那种坐立不安，脚趾抠地，能抠出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尴尬。今天的程家人都不正常，奇奇怪怪的。喝汤，程烨舀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，凶巴巴的。喝汤就喝汤，感觉跟送断头饭似的。程烨深吸一口气，无奈捏了捏眉心。其他程家人咬唇的咬唇，掐大腿的掐大腿，一个个强忍笑意，就怕喷饭。陈玉香更是心情不错，这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有大胖孙子抱了。吃过饭，李凌瑶在院子里走动了一会儿，消食，就想回房洗歇着了。没料他才踏上往2楼去的台阶，一道熟悉惊喜的声音就喊住了他：弟妹。李凌瑶一回头，是谢荣军带着妻儿过来。谢荣军笑容满脸，热情冲他挥了挥手，又冲身边的妻儿道：这位就是程团长的爱人，快叫人。谢荣军的妻子叫赵梅，是个质朴善良的女人，不知怎么的有些拘束，被谢荣军推了推才喊道：弟妹。李凌瑶点了点头，转身又准备上楼，刚好迎上正要下楼的程烨。方便的话，程烨忍着耳根的热度，尽量镇定问道：能不能跟我一起下去待客？你求我，我求你。突然这么听话了。李凌瑶漂亮杏眸中泛起笑意，弯腰凑到他面前，饶有兴致地问道：光说求我也没用，想让我配合你，给我什么好处呢？程烨一整个无语。客厅里
气，吃完香瓜，李凌瑶拿手帕抿了抿唇，悠闲看向半天不说话的谢荣军，到底找我什么事？再不说我就上楼了。等等！谢荣军急得一下窜起来，要拖延时间让李凌瑶注意到谢武。没办法，他只能随便扯了个话题。其实是你嫂子，她也想收拾自己，又没有章法。这不看你对穿衣打扮挺有心得，就想上门取经。打扮？李凌瑶回头疑惑看向赵梅，明显不是穿衣打扮的事。李凌瑶好奇了，想看看这对夫妻葫芦里究竟埋着什么药。穿衣打扮不着急，对你来说，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他重新在沙发上坐下，一双漂亮杏眸看向赵梅。状态？赵梅一脸懵。是。李凌瑶点头。我看你手很粗糙，家务活是不是没少做？黑眼圈也很重，平时肯定休息不够吧？可不是。赵梅憨笑着点头。家里3个孩子，做不完的家务，特别我们家小武身边离不得人，一找到机会，赵梅便将谢武推到李凌瑶面前。小武，你叫阿姨。5、6岁的谢武穿着一身干净的旧衣服，看起来只有4岁左右。面对李凌瑶打量的目光，他也仿佛没感觉到，一直眼神空洞的看着自己的手指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李凌瑶一下就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异样。小童子，这是谢家的大儿子，那个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孩子吗？他长大后会怎么样？过得挺惨的。谢荣军夫妻俩去世之前，勉强还能照顾他，但他们夫妻俩相继去世之后，他成了流浪汉，在天寒地冻的冬天活活冻死了。李凌瑶叹气，确实太惨了。他兀自感叹着，没看到谢荣军眼眶泛红，难以自控的转过身去，死握拳才克制住心里巨大的悲哀。而第一次听到心声的赵梅，也是一脸不敢置信，眼里的泪水一下就冒了出来。李凌瑶回过神来，看到的就是赵梅不停擦泪的模样。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哭了？刚才他没说什么吧？赵梅抽泣道，我就是想到这孩子的以后没着落，心里就难受。可是我带他去医院，医生说他是自闭症，是弱智。赵梅的哭声中，谢荣军的情绪也越来越难以控制，喉咙中发出哽咽的声音。一时间，客厅里气氛沉重。就在这时，李凌瑶开口道，医生说他是自闭症，但你不能把他当成自闭症，还是要把他当成正常孩子引导呀。你怎么看你的孩子？你的孩子就会如何成长。不论他是不是自闭症，如果你相信他是一个正常孩子，陪伴他，引导他，他会慢慢成长为你所想的样子。出于条件反射，李凌瑶一口气说了很多，都说完了，感觉众人落在他身上的惊讶视线，他才后知后觉，有些担心。完了，我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超标了？哇，嫂子，你懂的东西真的好多呀。程香突然星星眼，长得好看的人都这么厉害的吗？陈玉香也道，平时你爸总爱买学医学养生方面的书，我还以为你不看呢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爱学的孩子。程建国握拳咳嗽一声，你们别搞错了，李家祖上可是世代从医的，只是前些年家里弃医从军，家里再没出过医生。小童子，恶毒女配家里还有这样的家学渊源，难道因为她是工具人，之前没有相关信息出现，所以我不知道？宿主好像还真是，你开心就好。自从知道李凌瑶医术高超，只是没有明目行医之后，他们就想尽了办法，甚至都想捏造事实了。不仅是为了帮谢家，他们也指望之后李凌瑶能帮程烨治痛。只要李凌瑶能把程烨治好，他们一家把他供起来都行。大妹子，那你看我家孩子还有救吗？我要怎么做才行？赵梅眼巴巴的连忙问，我怎么知道？李凌瑶秀气的眉头一皱，苏家祖上从医跟我又没什么关系，不过如果跟这孩子有足够的相处时间，倒是可以带他做一点训练。做训练？有李凌瑶这么一句话，谢荣军夫妻对视一眼，激动的又快哭了，已经觉得这样就够了，总比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的好。只要李凌瑶动了恻隐之心，他们肯定会创造相处时间，把握机会，他们这一辈子都会感激他。不管李凌瑶要做什么恶毒任务，他们都会配合。赵梅红着眼眶道，大妹子，咱们平时多串串门子，你要是有什么好主意，就指点我们家谢武。我都说了我没有什么好主意，那就光串门子，随你。李凌瑶轻哼一声，这里是程家，又不是我家，你要来我也拦不住你。是。谢荣军夫妻心事放下一半，脸上笑容多了不少，又说起之前的话题。大妹子，你说我要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？赵梅好奇问，她也想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很简单，多心疼自己，少心疼男人。李凌瑶想起早上谢荣军给的冷脸，弯唇一笑，促狭道，让老公多做家务，你就能少点劳累；让他多陪孩子，你就能出去逛街，人轻松了，自然就有好状态。赵梅一拍大腿，眼神中隐有崇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止她，陈玉香和程香都深有同感。有老公的，各自悄悄掐了自家老公一把，暂时还云英未嫁的，幻想以后要找一个对自己宠爱体贴的好男人。突然，部长记性的程朗跳出来，虎虎问道：“大嫂，你这不是在鼓吹赵大姐在家里造反吗？男人在外工作已经很辛苦了，回家还要做家务带孩子，不得累死。”打住，你的意见不重要。李凌瑶抬起皓白的手腕，鄙视道：“好像你能谈得到恋爱一样。真要碰到一个不心疼老婆的狗男人，干脆踹了，再找个年轻力壮、容貌俊朗、宽肩斩腰、8块腹肌的，不比老黄瓜要香。”系统好奇问道：“宿主，程烨也是老黄瓜吗？”李凌瑶杏眸微弯，轻咬红唇，心里则大笑出声，哈哈哈，他怎么会是老黄瓜？别看他一把年纪了，但他是为女主守身如玉、纯洁无比，连手都没有用过的小黄瓜。小黄瓜，一个小字让程朗噗一声笑出来，对上李凌瑶惊讶视线，又被程烨杀人的目光冷漠看着，他的脸又疼起来，连忙死掐住大腿，不敢再笑。谢荣军则揶揄的扫了程烨下半身一眼，故意清了清嗓子，他都不知道他的好兄弟竟然连手都没用过，这么纯的吗？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小奶音突然响起，宿主，我突然发现谢荣军惹上麻烦了，他要是一个处理不好，说不定真的会马上妻离子散，你想不想听？谢荣军面色大变，什么麻烦？怎么会这样？事关重大，谢荣军生怕李凌瑶说不响，他拼命给程烨使眼色，甚至撺掇他用美男计。程烨和谢荣军是多年知己，不可能不管兄弟的死活，但用美男计，以他的性格真做不到那一步，何况有这么多人。只是在他想着要怎么努力的时候，突然就不用努力了。宿主，谢荣军的麻烦和周放还有点牵扯，真的好意外啊。周放，那你说说，今天周放发现他们去找他们团的师长，心生警惕，现在正想着毁灭通敌的证据，甚至想布置陷阱，把罪名栽赃给谢荣军。祸水东引，头疼。虽然谢荣军一开始没给我好脸色，但后面还算周到懂事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正直的军人被污蔑，那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也要闭上眼睛？众人大惊，有办法了，我们先下手为强，秘密检举周放通敌，并说明他设计诬陷谢荣军不就行了？对坏人恶毒，
那也是恶毒呀。系统立刻吹捧，哇，宿主脑子真快。程烨和谢荣军对视一眼，心里都安定下来。如果麻烦是这个，还真不是麻烦，只要上面行动快一点，这脏水根本泼不到他们身上。谢荣军和赵梅走后，卧室里李凌瑶斜斜坐在床上，一双美目盈盈含笑，愉快数着新到手的财富。他答应程烨下去代课，要求就是给出场费。程烨之前的津贴都拿去补贴战友了，但没关系，他这个人很好说话，拿东西抵押也是一样的，反正需要的时候都能拿出去换钱。系统忍不住道：宿主，要不要让程烨多打2份工，搞个副业啊？你这么狮子大开口，万一哪天被你掏空了，没有东西可抵押了呢？不用不用，我也不是那么狠心的女人，实在他没钱了，看在他身高腿长、宽肩窄腰的份上，肉偿也不是不行。嘿嘿嘿嘿，一人一系统，笑声充满了愉快的算计。程烨深吸一口气，从不在意物质条件的他禁不住在脑海中思考，怎么扩大资产？万一以后拿不出钱，他总不能真的那什么吧？夜色极深，几个穿着黑衣的矫健身影快速奔跑在无人的街道上，抵达目的地1个小时。黑衣人带着一叠资料，在黑夜之中迅速离开。翌日，李凌瑶从睡梦中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摸放在枕边的小木匣子，这里面装着他的财富，是他被赶出程家后滋润生活的保证。扭头一看，程烨已经走了。和他这边凌乱的床铺不一样，程烨将他盖的那床毛巾毯叠得4正4方，枕巾扯平，就连床单上的褶皱都抚平了。一如他给人的感觉，沉默严肃，正直古板，厉害了，但很想破坏。抱着自己的毛巾毯在床上来回滚了2圈，把程烨那边的床单滚得一样凌乱，充满生活气息。他才得意地勾起红唇。至于程烨走就走，他根本没放在心上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程烨正在程建国的书房，父子俩正在商量跟他有关的事情。昨天潜入周放私宅搜查的情报人员找到了确切而详实的资料，能证明周放跟境外势力有勾结。那上面准备怎么处理？程烨问。不仅是周放这件事，还有对待李凌瑶的态度，涉及到通敌脉搏，当然是低调处理，这种事情一般都不会声张。程建国道，反正周放落不到什么好下场。程烨点头，和他想的一样，他更担心的其实是李凌瑶。正准备问，程建国已经先说了出来，按上面的意思是想安排你几个叔叔伯伯见一见你媳妇，考察一下她的为人，你怎么说？程烨沉思，不答反问。事情牵扯到李凌瑶，又不能跟他明说，这件事我们家怎么应对？程建国只觉得头疼，大儿子向来心眼多，你自己的媳妇自己护着，你直接说你的底线是什么？程烨沉声开口，保证她的人身安全，尊重她的个人意愿。下月就是父亲您的寿辰，找个理由提前一段时间邀请几个叔叔伯伯来家里聚聚，这是个好主意。程建国肯定点头，但上面要求最少2次会面，这办法只能用1次。程烨正准备摇头，忽然想起程朗那张鼻青脸肿的猪头脸，心念电转，程朗过完年就20岁，不如多给他安排几次相亲。程建国恍然大悟，赞同点头，想法不错，那就这么办。只是可惜了，你几个叔叔伯伯也不是人人家里都有闺女，不然光靠你弟相亲就能完成任务。他做事雷厉风行，立刻喊来程朗。几分钟后，听完事情原委，知道自己年纪轻轻就要背负组织重任，受命相亲的程朗一脸无语。不会吧？他是非常想谈恋爱，但他喜欢温柔可爱、声音甜美的女生啊。几个叔叔伯伯家里的千金和他一样都是军校生，有一个算一个的比他身强力壮，比他厉害能打。他真的是要相亲，不是去找死吗？从书房离开，懒散了一暑假的程朗破天荒没去沙发上躺着看电视，而是到后院打起了军体拳，很快就练得汗流浃背。你弟真是长大了，知道自己要相亲就有了紧迫感，知道要奋斗了。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，程建国对程烨感叹。程烨无语，他爸误会了什么？有的人只是不想被相亲对象揍得太惨吧。1天后，李凌瑶美美睡了一个午觉醒来，刚眼唇打了一个哈欠，睁开水盈盈、雾蒙蒙的杏眸，就被程烨吓了一跳。这人逆光坐在窗前，悄无声息的、面无表情的用一双漆黑幽深的凤眸盯着他，活像是一座高大的墓碑。这是要给他送葬？程烨，你干什么？李凌瑶拍了拍狂跳的心脏，真的要气笑了。你不睡觉在这里盯着我看，是有什么大病吗？总不会是被我美色吸引了吧？不是。李凌瑶杏眸微眯，更生气了，美目流转，她端起放在床头的水杯，对着面前的狗男人一泼，气哼哼道：“给你醒醒脑子，让你……”话说到这里，突然说不下去了。他泼水的技术太高，大半杯水都泼到了程烨的身上，几乎没一滴洒在外面。冷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顺着流到他的脸上，滚落到他笔直浓长的眼睫毛上，他坚毅的下巴上，让他狼狈中带着一丝禁欲的吸引力。他身上穿着军绿色的短袖，宽大的同色系军裤，深色水痕从他的胸口一直延续到下半身，还好死不死的集中在中间部位。衣服颜色变深，紧贴在身上，将他精壮结实的8块腹肌勾勒得隐约可见。因为坐着，惹人遐想的人鱼线是看不到的，但腰腹以下被打湿的那一块位置，形状不要太明显。李凌瑶忽而垂眸，无辜的别开视线，看天看地，就是不看面前的男人，主打一个不负责。程烨擦了一把脸，幽深凤眸越显深沉，沉声开口：“李凌瑶，干什么？”李凌瑶立刻俏脸一红，语速极快的反问：“等等，你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？你觉得我是那种馋你身子、故意调戏你的肤浅坏女人？”程烨不敢说话，不是，对，我是。所以他是来干什么的？对视半晌，程烨先开口。如果忽略他发红的耳根，他表面看起来还算平静。楼下来了客人，带着家里闺女上门和程朗相亲，爸妈想让你这个当大嫂的也帮忙长长眼。哦，这样啊。李凌瑶一下就稳了，杏眸带上一点笑意，矜持地点了点头。又要求我是吧？那你得让我消气才行。今天的日常任务还没刷的，拉进度。程烨垂眸，你要怎么消气？听说你们军人力气大，这样吧，你给我按摩一下小腿。李凌瑶伸出白皙纤细的脚，赤足踩在程烨膝盖上，挑眉看他。然而他迟迟没有等来程烨的怒发冲冠，他平静坐在轮椅上，面色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。系统哇哦一声，不愧是男主，城府深沉，老谋深算。你这么挑衅他都不动怒的。李凌瑶怀疑，也可能是气傻了呢。也是，估计之前没人敢这么对他，我怎么对他了？1没打，2没骂，只是让他给我按摩一下，以后他会把我赶出家门，对我见死不救。我没趁着晚上让他做不成男人，已经是对他好了。男人迟迟没有动作，李凌瑶杏眸一横，不满地踢了踢他的膝盖，娇蛮道：“你是不是不想给我按摩？要是周婉柔一说疼，你肯定早就扑上去了吧？”程烨大惊，他跟周婉柔真的没关系。如果是之前不愿解释的，他肯定转身就走，但现
现在看着李凌瑶下巴微挑，一副骄纵又生气的模样，他忽然想起年幼时候养的那只波斯猫，一样的任性，却叫人气不起来。真要板起脸训他，手里的竹条还没有落下，他已经喵喵叫着用软乎乎的肉垫拍他脸了。甚至比起那只猫，李凌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程烨的伤腿并非完全没有知觉，当女人不满轻哼一声，雪白赤足顺着他膝盖往上，不知道还要做什么妖事。他额角青筋隐隐跳了跳，终于抬手握住了她的脚踝。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摸到女人的赤足，心跳莫名加快。他思绪不知飞到哪里，无意识将大手紧扣，力气忘了收敛。李凌瑶白皙的脚踝立刻出现一圈红痕，他疼得倒抽一口冷气，想抽回脚却被钳住，怎么也抽不回，气得拿另一只脚踹他手臂。程烨，你故意的对吧？程烨忽地回神，不是。李凌瑶踢在他的小手臂上，他没觉得疼，但他气得很了，两条白玉般的腿在他面前乱踢，他已经尽量手里，眼角余光还是瞥到一抹浅蓝色，那是李凌瑶贴身内衣的颜色。他耳根发红，连忙松开手，力气陡然一泄，李凌瑶立刻朝后跌去，重重摔在床上。程烨，李凌瑶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？又气又急，眼尾泛起浅浅的红色，看起来像是要哭了。程烨心里一紧，如临大敌的思考片刻，他控制轮椅走到房间里的五斗柜前，拉开最下方的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个木盒，把木盒郑重放在李凌瑶身边。他转身就走，向来挺直坚毅的背影，竟莫名带着一股落荒而逃的味道。李凌瑶疑惑，什么情况？打开木盒，里面竟然装着满满一盒子圆润的珍珠，白色、粉色的，一颗颗色泽莹润漂亮，品相很好。宿主，这是程烨在讨好你吧？他也知道讨好人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你还去楼下吗？当然要去。从床上坐起身，李凌瑶轻哼一声道：“他这么欺负我，一盒子珍珠就想让我消气吗？我一定要找回场子来。”门外的程烨又松了一口气，又悬起了一颗心。这个祖宗等下会怎么捉弄他？两个人关起门来，在房间里时还行，在外面他的心声会被不少人听到。程烨无奈扶额，向来面无表情的脸再次变得面红耳赤。李凌瑶换好见客的衣服，便款款下楼了。客厅茶几上摆了果盘，几杯热腾腾的清茶。程建国夫妻跟一对陌生中年夫妻坐在最中间的长沙发上闲聊。小童子，你知道来跟程朗相亲的人是谁吗？知道。贺承周和程建国是多年好友，退休前也是上将军衔。他的独生女叫贺英，是等等，这家人身上有一个好大的瓜呀！李凌瑶好奇起来，什么瓜？贺英根本不是贺家人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不止李凌瑶惊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没想到一次相亲竟然扯出这么劲爆的消息，特别是贺家，一个个难以控制眼中的震惊。贺承周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养了快20年的女儿，董红秀更是紧紧握住女儿的手，担心地看着她。三个人中，按理说年纪最小的贺英最藏不住心思，可她却是最稳重的。李凌瑶好奇看了三人一眼，觉得三人状态有点奇怪，但心急吃瓜，一时没有深究他们的反应。究竟什么情况？你快说说。在李凌瑶的催促之下，系统顺藤摸瓜，把事情娓娓道来。董红秀生孩子的时候，孩子没能保住，隔壁床的孕妇生了一个女婴，家里人重男轻女，非要把那个女婴溺死。孕妇希望她能领养自己的孩子，那个女婴就是贺英。其实她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但董红秀不知道她知道。李凌瑶感叹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贺英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世的呢？那个孕妇后来觉得儿子跟着自己吃糠受苦不公平，想把儿子和女儿换过来。董红秀怎么会答应？换不成孩子，那女人就想把贺英带回家，以此威胁。董红秀以为自己应付得很好，但贺英是个聪明人，她担心妈妈被坏人缠上，顺着一查就查到了自己的身世，但她不愿意伤董红秀的心，一直装作不知道。所以这件事里唯一不知情的就是贺英的爸爸，他是真傻呀。是啊，原本董红秀和贺英正紧握着彼此的手，泪眼相望，听到这里也破涕为笑。不论是不是流着一样的血，10多年的母女情是做不了架的。李凌瑶吃完瓜，杏眸好奇看向董红秀和贺英，不禁俏脸上浮现一层疑惑，他们怎么像是要哭了？在场的人顿时心脏一紧，被关注的董红秀和贺英两人更是着急又自责，生怕自己引起李凌瑶的怀疑。没料下一秒，李凌瑶的心声就响起来，我明白了，跟程朗那种憨货相亲，看到那张鼻青脸肿的猪头脸，怎么都是有点绝望在心里的。程朗好想哭，怎么受伤的又是他？李凌瑶不愿意参与群聊，坐在边上的沙发上，经过程烨的时候没忘记踩他一脚，还特意拿一双漂亮的杏眸睨他一眼，眼神中满是小得意，叫他在房间里欺负我，把我弄疼了都不肯松手，我也要欺负他。宿主加油加油！看到哥哥嫂子的友好互动，程香扑哧偷笑。李凌瑶一直在吃瓜，直到贺承周说已经将周放关押起来，李凌瑶的心声再次响起，小童子，周放这次死定了吧？是的，肯定死定了，但是真的是便宜了他，我刚又找到一个他的罪行，他竟然还参与了拐卖人口，被拐卖的人里，咦，竟然有贺英的表弟？什么？李凌瑶在心里惊呼出声，同样惊呼出声的还有贺英。贺英不止惊呼出声，甚至还站了起来，他的异常立刻引起了李凌瑶的诧异转眸，一见情况不对，董红秀立刻拉住贺英的手，找了个理由嗔怪说道，你这孩子，我只是跟你陈阿姨说一说什么时候订婚结婚，又不逼着你们马上结婚，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李凌瑶一下就理解了，原来是被催婚了，的确不能忍。系统好奇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程朗太辣眼睛了吗？程朗好想哭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伤害？小童子继续说周放拐卖人口的事，你知道他把那些拐来的孩子关在那里了吗？都关在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农户家的地窖里，足足有30-40人，不过不只有小孩哦，还有年轻的女孩和男孩。有个小孩因为总是哭闹，喂药也没用，竟然直接被他们捂死了，简直是人渣呀！系统深有同感，谁说不是呢？李凌瑶眉头微蹙，不行，我要去举报。系统急了，举报什么呀？宿主，你要牢记你的恶毒女配人设，千万不能善良呀！你放心，我等会儿找个借口出门，悄悄把消息举报到警察局，绝对没人知道是我做的，丝毫无损我的恶毒形象。贺承周轻咳一声，站起身，我去洗手间。救人如救火，既然知道消息，他自然是尽快上报，通知相关部门尽快抓捕周放的同党，解救被拐的孩子。李凌瑶这边不能明说，也不用阻止，他的行为正说明了他的品质，在上面的人看来肯定是加分项。猜到贺承周是去做什么
什么？贺英终于放心了点，再看向李灵瑶，她眼中又暗暗多了几分感激。这么美还这么善良，说是人间仙女也不为过吧？又坐了10几分钟，贺家提出告辞。李灵瑶呼叫小童子，我为数不多的良心告诉我，报警要趁早，得尽快出门。现在我要开始做了。系统瞬间兴奋，宿主，你要怎么做呀？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找程叶准没错。谁叫他是未来会把我扫地出门的大猪蹄子？对着他做，我最有灵感了。李灵瑶清清嗓子，一双漂亮的杏眸看向身边的程叶，不满道：说陪我买衣服都说了好几天了，你伤的不是腿是脑子吧？这是准备装傻了？程叶眼中掠过一丝无奈，尽量平静应下，现在就去。这么痛快就答应了？那李灵瑶眨了眨杏眸，抬起一只纤细的玉足，慢慢悠悠伸到他眼皮子底下。既然这么有诚意，先给我穿个鞋吧。你刚弄疼我了，我有点不舒服。上车之后你要给我揉一揉，要是揉不好，等会儿逛街的时候你抱着我走。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冷漠无情，可以把甜软的嗓子，就算生气也没什么杀伤力，简直就是在撒娇。这次是真的要捏腿吗？之前能狼狈的转身离开，但在车厢密闭的空间里，他似乎避无可避。下意识想起之前在卧室发生的事，他耳根一红。程叶正要捡起地上的系带凉鞋，突然抬头，凌厉的黑眸忽然扫向一边要走却还没走，一直在暗搓搓看戏的程香兄妹，被程叶杀气腾腾的眼神刺得一个机灵。程朗朝后跳了一大步，笑着举起双手，无声用口型说道：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可是脚下没挪动半步，程香倒是动了，嘿嘿笑着跑远了一点，但真的就一点点，目测不超过10厘米，脸上的笑容也怎么看怎么欠揍。李灵瑶一心一意为难程叶，倒是没注意到两人的小动作，被弟妹揶揄打趣，又不想出声呵斥引起李灵瑶的关注而让自己更尴尬。程叶只有眼神无比锐利，耳根子红得滴血，热度慢慢扩散到脸上，整个人似乎都要烧起来了。看他这样，李灵瑶都有些意外，就穿个鞋子，小黄瓜居然气成这样，以后我对他做出更过分的事情，他不得气炸。程叶手一顿，小黄瓜。不远处，程朗兄妹就差没笑得在地上打滚，系统配合鼓掌。哇，宿主你真的好棒棒！程叶心脏狂跳，呼吸急促，他真的好生气啊！宿主他还瞪你了。